好，我是莹莹。你知不知道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种印度人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嘞？什么都别说 ，pause 一下先。现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有几种？1种、3种、5种？我经常觉得啊，我们马来西亚明明就是多元种族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印裔同胞还是3大种族之一啊。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真的对于印度人很不熟啊。我知道我自己是啦，我不知道在看这影片的你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就觉得说，很想要认识他们多一点点，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所以呢，基于这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就做了这一集，带你一起来认识咱们的印度同胞。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占总人口的6.6%，也就是大约245万人。在这200多万人当中呢，又以大米尔族呢占了绝大部分，大约是80%。所以呢，导致很多人都以为呢，印度人就等于淡米尔族，印度话就等于淡米尔语。而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啊。印度呢，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语言的文明古国。南来马来西亚的这个印度人啊，当然也不只有Tamil的族群而已。那到底我们马来西亚有多少种印度人呢？他们是怎样来到马来西亚的？而他们之中又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一一整理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印度朋友的组成，印度人南来的历程。其实呢，印度人呢南来的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了，往前呢是可以追溯到西元初年的古印度时期。我们的马来半岛呢是位于中印2大文明古国海上贸易的这个必经之路哦，因此呢，在这个西元初大概是1000多年间呢，半岛就出现了一些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因为商业贸易而形成的王国，比如像是位于吉打的兰卡苏卡、狼牙修、卡塔哈、杰图赫。那马六甲王朝时期呢，也有许多大米尔商人呢航行到这个马六甲做生意和定居的，并且在和当地人通婚之后呢，融合马六甲当地的风俗文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土生印度人族群。我们会在影片的后半段呢，向大家介绍这个目前只有几百人的独特族群，所以敬请期待。到了英殖民时期呢，马来半岛呢就引来了最大波的这个印度人南来的浪潮。当时候的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嘛，所以本地劳动力呢就严重不足咯。那么英殖民政府呢就怎么做呢？他们就和这个种植园的管理层从印度那边呢就招募了这个劳工。那最一开始的第一批劳工啊，其实是被流放到马来亚的罪犯，后来呢才透过一些比较系统化的方式呢，去正式的引进这个印度劳工，比如说有契约劳工制、公额尼招募制、政府资助劳工等等。人数呢是非常的多，在雪兰莪州啊，甚至是一度超过马来人的人口哦。从19世纪末开始呢，一直到这个1947年印度独立，这一波南来的浪潮呢才开始缓和下来。这一波啊，持续了将近200年的南来浪潮呢，塑造了目前马来西亚印度社群的丰富的面貌。那目前呢，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有哪几种呢？要根据他们的这个祖籍地的话呢，主要是可以分为5种 ：Tamils 大米尔人、马拉雅利马拉雅利人、Telugus 泰鲁固人、Singhs 锡克人、Ceylonese 西兰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数最多，也就是大家呢最熟悉的大米尔人 Tamils。全世界的 Tamils 呢有7000多万人，而马来西亚呢则是除了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外呢最多 Tamils 定居的国家，有将近200万人。马来西亚的 Tamils 呢主要是来自南印度的 Tamil Nadu。19世纪末呢，被大量引进马来半岛从事橡胶园、矿场还有茶园的劳工。Tamils 的母语呢就是大米尔语了，它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这个语言啊。在 Tamil Nadu、斯里兰卡、新加坡都是官方语言。我们常常呢听到问候语 Vanakkam 就是大米尔语。因为呢，他们是最大的这个印裔社群嘛，所以呢也有相对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比如说大米尔小学还有中学都被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当中的哦。那大米尔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是湿婆教派的印度教。最著名的这个宗教圣地呢，就是黑风洞。
他们的这个传统节日呢，有丰收节 Pongal、屠妖节 Deepavali， 还有大宝森节 Thaipusam。而其中呢，庆祝战神 Murugan 生日的这个 Thaipusam 的节庆规模呢，是最为盛大的。在中马区呢，有好几十万的信徒呢，会从家里或者是寺庙出发，游行到黑风洞去进行祭拜和还愿。那这个盛况呢，是会吸引到全世界不同的游客来参与的哦。那在大米尔人当中啊，其实有少部分的穆斯林，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妈妈啦。我们大家都去妈妈档。我们的这个妈妈，他们开的这个妈妈档啊，是马来西亚宵夜界的这个霸主。不过呢，原来在印度呢，其实是没有妈妈这个族群的哦。妈妈指的就是 Malaysia Tamil Muslim， 马来西亚的大米尔裔穆斯林。可是妈妈这个字怎么看都不像是 Malaysia Tamil Muslim 的缩写嘛？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我们所搜查到的这个资料啊，在大米尔语里面呢，叔叔的称呼是妈妈。在新马一带呢，年长的男子呢也可以被称呼为妈妈。那类似我们称呼别人安哥拉或者是巴姐一样，是一种呢对成年男子的亲切尊称。因此呢，很多人呢就在这边推断啊，妈妈档的由来应该是大家都去到这个印度大叔的店的时候啊，一直会叫他妈妈妈妈，久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妈妈 store 的意思啦。所以 Tamil Muslim 叫做妈妈，是因为妈妈 store 吗？而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叫做妈妈，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那我们找到资料和推断是这样子，如果有朋友知道其中的奥秘的话呢，可以留言交流一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Tamil 的这个公众人物，其实也不少哦。我们在这里呢列举3位，首先有传奇歌手 David Arumugam。第2位，积极投入公民运动的 Bersih 前任主席 Ambiga。以及第3位，体育界的羽球国手 Tina， 这3位都是大米尔族的代表人物哦。马拉亚利斯，马拉亚利人。马拉亚利斯呢，占马来西亚印裔人口的15%，大约是有30万人，是继 Tamils 之后的第2大印裔族群。他们来自印度的 Kerala 格拉拉邦。虽然呢都是来自印度，但是呢，马拉亚利斯和 Tamils 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数在印度本土呢是有受过基本教育，精通自己的母语英语，还有一些大米尔语。所以呢，在当年啊，许多马拉亚利斯受聘到马来亚的圆丘里面呢，担任管理工作，比如说是书记啊，或者是工头，是印度劳工和英国经理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还有一些人呢，也是从事贸易和小生意的，经营着杂货店或者是餐馆。马拉亚利斯的母语呢是马拉亚拉姆语，是一种在印度科拉拉邦通行的语言，和大米尔呢非常的相近。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拉亚利斯的后裔呢，其实已经很少人呢会讲这个马拉亚拉姆语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马拉亚利斯呢，会以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也有很大部分的马拉亚利斯，因为从小在这个大米尔小学受教育嘛，所以呢也渐渐的把这个大米尔语呢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而马拉亚利斯的穆斯林呢，则更倾向于讲马来话。马拉亚利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叫做 Onam。这个节日呢是科拉拉邦的丰收节，庆祝 Mahabali 的这个归来。在这个节日呢，他们就会准备 Onam Satya， 不知道念对吗？那这是一种呢有10到20种配菜的香蕉叶饭，它的寓意是迎接 Mahabali 归来的盛宴。马拉亚利斯的穆斯林会称自己为 Malabaris， 大多数定居在槟城还有柔佛新山，他们都来自科拉拉邦，但是呢当中又有分南北的哦。当年呢来自北科拉拉的呢大多数都是商人，南科拉拉的呢则大多数都是劳工。目前呢槟城的这个 Malabaris 长年以来呢因为和当地的马来人通婚嘛，所以呢他们都已经是非常的马来化的了。那我们的前首相呢敦马哈迪的阿公就是 Malabaris， 当年呢他来到冰岛和当地的马来人结婚，在北马一带开枝散叶。按照父权社会的这一个逻辑啊，一个人的种族身份呢是传承至父亲的家族的，所以这位靠着马来人至上主张登上政治巅峰的前首相，他的身份问题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备受质疑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觉得啦哈，身份认同呢是有客观还有主观因素影响的，尤其是在多元种族的这个国家，不是那么容易呢就可以搞清楚的啦。在这里分享一下网络转载的敦马哈迪和前任科拉拉邦的首长的对比照，确实是有一点像哦。
那么 Malaya List 的这个公众人物呢，还包括了这2位Tony 同埋这个 Tommy， 也就是 Air Asia 的老板 Tony Fernandes 以及这个前任总检察长 Tommy Thomas。Telugus 太鲁固人。马来西亚的 Telugus 呢，人口大约是落在12万到20万之间呢，是第3大的印裔社群。Telugus 的先辈呢，大多数都是来自南印度的安德拉邦。19世纪和20世纪初呢，来到马来半岛工作，也有着相当数量的 Telugus 呢，其实是战争的难民。1930年代呢，缅甸反印暴乱和2战期间日军入侵缅甸，都使得大批的这个 Telugus 从缅甸逃离到来马来亚。他们大多数呢都会在霹雳州的巴干大豆定居，然后呢分散到马来半岛各地，通常会在霹雳州、柔佛州还有吉打州的这个橡胶还有椰子园工作。Telugus 的母语呢是 Telugu 语，其实呢以前他们也像是 Tamils 一样有着自己的母语学校的曾经呢还有多达63间，和现在的华文读中呢是不相上下的。不过呢 Telugus 的人口呢真的不多在招生和经营学校方面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最后一间以Telugu 语教学的学校呢，在1990年就关闭了。现在呢，如果要在系统性的去学这个 Telugu 语的话呢，就要到马来西亚太鲁固人协会成立的这个太鲁固语学院来学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Telugus 人的这个大日子 Ugadi， 就是 Telugus 的新年。这一天呢，他们会在门口挂上这个芒果叶，准备佳节食品 Pachadi。那这个 Pachadi 的食物成分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哦，有椰糖盐苦楝花、罗望果、生芒果，还有辣椒粉。这些东西呢，都分别代表着生命当中的各种经历，甜蜜啦、不幸啦、伤感啦、愤怒啦等等。所以呢，吃下这个 Pachadi 的时候呢，就像是在提醒你，无论好或者是不好，都要好好品尝各种人生的况味。哇，好有哲学啊！至于名人的部分呢，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好介绍吗？可以补充一下哦。哇，哈哈哈！我们录到快要断气了。印度人看起来好像少少的，可是他们的组成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复杂，还有很多需要认识的呢。提供贷款的对象呢，甚至是包括了当时候的马来统治者、王室成员，所以呢，以前呢也会被当作是大耳窿来看待。